在东南亚老挝这边租加油站好不好做？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。今天我想替粉丝来问一下，就是我们觉得最神秘这个行业加油站，对我来说反正很神秘的了，也是常规行业、民生行业嘛。在老挝这边租加油站跟国内租加油站区别大不大？其实对我们行业人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换了一个经营场所而已。以前我们单纯的是面对国内的同胞，到这里来以后，除了我们国内的同胞以外，还有老挝人而已。就是说客户群体稍微发生了点变化，最终的终端还是加到车里面嘛。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那我们管理的员工队伍也不一样了。你像比如说小杨，你看我们这边往这边。那我们这位小美女，老挝人阿雷，18岁啊，老挝女孩子，我们基本请的是老挝工人，在国内做加油站是吧？那我们可能语言沟通、文化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代沟，啊，沟通也比较顺畅。那像我们跟老挝员工沟通的话，那可能就存在语言和认知，同一件事情，可能你认为特别合理，可能他认为不是这样的逻辑，是吧？这沟通起来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成本。阿雷，跟我们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，撒白滴。你好，哈，会说一点点啊。他们的工资怎么样？工资的话，据我个人的了解啊，6到800，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收入，就是你普通工人啊，不要带技术工种的，县城或者是乡下的话，现在可能是400到600。因为我们在琅勃拉邦是老挝的第2大城市，也是省城，这边的工资水平啊，普通工人基本上是6到800。那像我们加油站的这边是目前是给的800。200来万，对对，270、80万吧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嘛。大哥，你这工资看得太低了，我。可以了，因为说实在话，可能对于没有来东南亚老挝的人，可能你们认为这几百块钱确实有点低了一点。但是你们回想一下，2000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在国内各行各业也就是这个工资水平，是吧？这边只是说它的经济发展比我们国内可能确实要滞后这么20年左右啊。这么想一下，也基本上就能理解了啊。小弟，现在掏来少5,000。少5,000。你自己还亲自动手啊？有时候如果员工忙不过来的时候也帮忙嘛。只要是做这一行的，每一个人都会加油。摩托车应该占主要吧？没有，摩托车只是数量上占优势而已。其实主要的做加油站还是要起量，如果你没有量的话啊，你这个加油站的利润是起不来的啊，那肯定是靠大货车，像背后的那台大货车。你像我们加油站，因为在13号公路边上嘛，这段路是环城路，因为大货车不能进城。其实13号公路是穿城而过的。那我们这个环城路刚好在琅勃拉邦替代了这个13号公路，主要是这种大货车，每天基本上就是几十台大货车，旺季的时候可能更多一点。摩托车的话，因为你做加油站，你肯定要既做柴油又要做汽油，你不能说因为汽油量小，或者汽油的不能够给你带来多少利润，抛弃汽油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汽油还是要做，不管它一天能卖多少，有多少摩托车过来。在老挝还有一个实际情况，小杨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在老挝你很少看得到汽油车？对，是吧？不管是皮卡车也好，还是越野车也好，是不是没有汽油版的？很少很少，是吧？然后只有少量的轿车。所以说呢，在老挝开加油站，那你要了解这边的实际情况。其实做汽油来讲的话，可能就是做摩托车，做少量的一部分小轿车，那么它更多的是柴油。所以柴油才是主力，而且你要加油站要起量的话，那你只有做这种大货车，一台大货车一过来就是少则加200-300升，多的加1000升，甚至加2000升的货车都有。这个油箱就是600升的，一个主油箱一个副油箱，基本上常规是600加300，或者就600加200。来这边加油的话，是老挝的司机居多还是中国的司机居多？3、7开吧，老挝人老挝车3成啊，中国人中国车7成。啊，大概是这个占比。我总认为加油站应该是个很挣钱的行业。帮我们透露一下加油站的利润到底怎么样？利润吧，我这么跟你讲吧，大家都知道老挝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这么一个国家，对吧？而且它没有工业，特别是没有石油工业。那么它的成品又从哪里来？是不是从周边国家来进口？泰国呀、缅甸啦、越南，对不对？进口的意味着就要跟国际油价接轨。如果平行进口过来，老百姓的购买力是有限的，他购买都相当吃力。如果你还要加高额的利润，你认为政府会不会允许？那也就是说，在老挝这边做加油站的利润还没有国内的高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这个地方是你买下来的地还是租的地啊？我在这里是2个加油站的站长，帮公司运营2个加油站。加油站它是建好的，在运营的状态，然后公司租赁下来，租赁10年。这1年租金贵不贵？比国内要便宜一点啊，但具体租金数额，这个小杨这个也是属于商业机密啊，这个你别为难我，别为难我。商业机密不是，有些数据真的是不能说的，确实是也会有很多同行看我们的视频，是吧？包括业主，有可能业主都有可能刷到，这东西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好，行。
这个大概有多少平方？这个加油棚1000多个平方，停车场的话也有1-2千个平方，专门停大车的。我们的主要客户群体都是中老之间的跨国际物流，然后他们跑的是长途。其实大货车司机是相当辛苦啊。我们做加油站这个行业，我们对大货车司机在情感上面，我非常的就觉得，第一跟他们很亲切，第二个说实话还有点同情，因为他们跨境物流长时间的驾车是非常枯燥的，这个路况也非常不好，长时间的疲劳驾驶甚至都有可能。其实为了这点钱啊，这些大货车司机们也是非常辛苦的。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下这个停车呀、休息啊、加水啊，包括洗澡啊、免费洗衣服啊、空调房啊、休息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标配啊。在老挝这边开车是真的是难，路太烂了。是的，后段坑太多了。环城路这段是2023年12季才铺装好的，之前的话因为修了个中老铁路，整个环城路全部都是炮弹坑，所以这边的话路况非常差。莫丁到我们加油站是300公里，从我们加油站再到万象又是300公里，等于我们加油站是处在刚好中间点。这一路上面我看到很多加油站，大大小小的。就是说20-30年前我们国内状况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是时间越往前推，它监管越不规范，是需要多远的距离建一个站点。这个方面现在在老挝来讲的话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，所以他们建站点的话呢，只要就是说你有地，你有申报、递交申请什么的，它基本上能批下来。当然，这个仅对于老挝人而言，对我们中国人来，你想在老挝说，我要买一块地，然后我去申报新建一个加油站，这肯定是很难的啊，几乎办不到。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内加油站数量在减少，在合理化？比如说我们要50公里啊一个加油站，像高速公路上面又要隔50公里才有一对服务区，是吧？你线下的话，加油站比如说要10公里以上，你才能批准你建一个加油站。这个都要拿网点啊，拿这个规划部点，商务部门规划部门都要审批的。在老挝，因为这个方面它行业监管有点缺失，或者是政府职能部门这一块，它对这个监管也没办法跟我们国内比，所以它就造成了现状，就是加油站站点特别多。我夸张的讲，有些特别路段，比如说10公里，它甚至有10个以上的加油站。因为现在国内大家都知道比较卷嘛，对，很多人啊想来老挝这边做加油站。您来这边从事这个行业比较久一点，有什么建议能跟他们说的吗？现在国内确实这个行业也挺卷的。尤其是这2年。但是说实在话，在老挝做加油站其实也挺卷。第一个，政府它不会允许你加很高的利润，它也有一个指导限价，所以说呢，也没有想象中的来这边做加油站就一定是暴利啊，就一定挣很多钱。也未必啊，而且合适的站点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啊。因为做加油站这个行业的大家都知道，一个是选址非常重要，第二个就是内部管理啊，还有就是外部经营环境建设，这几个方面，如果你哪一个环节没有到位的话，可能你的投资也会打水漂。总的一句话吧，投资需谨慎，包括当地的市场啊，包括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啊，包括当地的商圈啊、车流啊，你要做一下可行性调研报告。不要说现在我口袋里有点闲钱，不知道做什么好，然后就听朋友说，哪里好做，然后盲目的就去投资啊什么的。这边做的油品一般是从哪个国家过来的？我们加油站卖的是泰国油，目前在老挝市场上，据我所知的是，一个是泰国油，一个是缅甸油，一个是越南油，甚至还有调和油。没有中国的油吗？目前没有啊。哪个国家的油品好一点？泰国油的密度比较高，能达到83以上，然后它的清洁度很高。像我们加油站最起码有200-300台国六的车，国六的车到我们这里加了油以后，第一个不报警，而且动力不减，积碳少，这就是证明它的清洁度是很可以的。到了83级的密度的时候呢，它比较耐烧。现在国内国六的油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属于81级的密度吧。92、95在老挝这边怎么叫的？它就分2种，一种是普通汽油，一种是高级汽油。普通汽油7块7，高级汽油9块7，差2块钱。我们加油站是不卖高级汽油的。在老挝，你想加高级汽油，可能100座加油站里面有2座或者是3座有高级汽油，你非要去加高级汽油，那你有可能就在路上抛锚。高级汽油相当于国内的98，这个不好划等号，因为它毕竟不按辛烷之分，我还没办法给你画个等号，只能说高级汽油品质更好，清洁度更高，是吧？就这个管子里面，是不是我每次加油的时候，不是都还有一管油在里面没出来吗？它这里面时时刻刻都是满管的状态，是后面的油通过流量计、油气分离器带到流量计，再把后面的油通过电磁阀控制推前面的油出来。但它截止的时候，这也是通过电磁阀来控制的，所以说不存在说管子里面会空，而且它一旦截止了以后，这个枪口是不可能再出油的，也不会存在空管状态。国内不是有人说，他说把枪口放低一点，可能出来多一点。放低一点，它倒出的余油，也就是这一段，就是从这里到这一段的挂壁油。你看我现在换也可能换一点点，看到吗？就这么多了，你随便换，你现在怎么换都换不出来了。就这样，你看我把开关开到最低，就这么多了。中国人是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在老挝这边办理加油站的，就好像我们在这边买土地建房子也是一样的，你买土地你也挂不到你自己名下，
你建的房子也房产证也到不了你自己名下，你还是要叫老挝人代持，对吗？我们这加油站业主也是老挝人，只有经营权。对，没有所有权。你们这油库它一次能装多少油？目前我们这个站的灌容是17万升，装满就是100万人民币。对，100多一点吧。有钱人，给公司打工的，我是站长。您是哪一年来的老挝？02年嘛。就是疫情刚开封。对，刚开封的时候来的。但是在国内是做什么？国内也是做加油站，还做的比较杂，物流也做，加油站也做，公司也做，自己创业也做。到这个年纪了嘛，所以说什么行业都从事过，比较杂一点。但是尤其是加油站这个行业，从事的年限比较长一点。这2、3年，在国内加油站这个行业是越来越不容易了，越来越卷。这个包括政策面各方面种种因素，所以加油站行业特别卷，也不太好做。包括在国外也是一样，因为自己在这个行业也有17、18年了，也算是个资深专业人士，所以说呢有用武之地。公司投了以后，我就过来把这2个加油站管好、经营好。在国内确实也不太好混，这几年兜兜转转，除了自己的老本行以外，其他行业也做了，1年不如1年，感觉挣钱越来越吃力。且又想一想，到海外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个转机？刚好公司这边2个加油站拿下以后，就到这边来把加油站管好，是吧？经营好，这个也是发挥自己的专长嘛、所长嘛，是吧？其实刚来也挺不容易的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语言又不通，语言、文化、习俗、饮食、气候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你没办法将就的有些东西，你像老挝餐，有些我们吃不了的，也不是说好吃不好吃的问题。一方水土一方人，人家的饮食肯定有他饮食的道理。但是作为我来讲呢，我土生土长中国生活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人，你吃这边的饮食，你说你能吃得惯，这个是很难改正的，是不是？从小养成的口味，包括气候也是一样。那语言就更加不用说了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重新再学习一门语言，你跟员工沟通，跟他们经常谈心，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，包括给他们分配工作，提出一些岗位要求，这些你在三观认知这一块，他可能对同一件事情他的认知不一样，你认为要这样做才是尽职尽责才是完美的，可能才能达标的，他认为不需要。所以沟通起来，他不光是语言上的，他还有来自于认知方面的，所以说这些都是问题吧。你要说来异国他乡开展工作想一帆风顺，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但是随着时间往后推，我也有信心，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好。不管是加油站经营好，还是我个人对于东南亚老挝这个国家的长期生活的适应性来讲，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好的。也是觉得现在待得越来越自在了，越来越比以前刚来的时候心情没有那么浮躁了。来这边2年以后呢，感觉自己也沉淀了很多，可能钱没挣到多少，但是也是一种人生经历，对，包括对自己的认知，包括对自己的个人的修为、性格、秉性，可能都有所改观。人一辈子短短几十年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，不一样的生活场景，可能他会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也不是说来东南亚都是坏处，也有好处，兄弟们。这个加油站你们经营了多少年了？2年多。就来的时候就对搞加油站，这2年盈利一直可以持平还是可以？盈亏，说实在话，第1年可能还略亏一点，第2年可能稍微有一点盈利。你对这边加油站的前景看法怎么样？加油站这个行业，最起码目前来讲，在老挝，首先它电动车的普及还没有那么快。你像国内卷，一个是来自于从业同行的竞争，一个来自于政策面，第3个更加来自于能源的转型。你像国内现在电动化是吧？对。你可以看成年数据，每个月的成年数据基本上都是新能源车的销量，它还大于传统燃油车。这个就是说你的市场蛋糕在缩小，而竞争的从业者没有大幅量的减少。但是你的终端客户在每年在缩水，政策面也收紧，所以说为什么不好做就是这样子。在老挝最起码我刚才描述的这几个问题目前还不存在。以这个观点来分析，我还是觉得在这边做加油站可能比国内是有信心一点，稍微宽松一点。但是我之前也提到了，不要盲目的来投资。晚上加油更划算，是真的假的？因为油品啊，它既有膨胀性啊，那么汽油的那个膨胀系数呢，就是12%，柴油的膨胀系数是8%。我给你算个账吧，你比如说以这个早晚10度的温差来讲，100升会差0.12升油。你大中午加的一箱油，和你晚上温度最低的时候来加的一箱油，公里数会跑得远一点点。只不过数据很小啊，你们不要专门为了说，为了这一点点差别，然后你们专门跑过来深更半夜来一家加油啊，该加油的正常加油。其实说白了，真的还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是你要说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，确实有，
它是有理论支持的啊。我看老挝这边的汽油跟国内的汽油好像不一样，对，它这边汽油是红色的，是不是红色的汽油它要比那个白色的汽油耐烧一点？因为它老挝没有石油工业嘛，它的成品油全部是从周边国家进口的，进口了以后呢，它要添加一种红色的色素染色剂，它是为了区别啊，为了区别柴油跟汽油。我们香港的这个有红油和常规色的。那么为什么香港会有红色的油呢？香港柴油它是为了补贴香港政府为了补贴海上的渔业用油，它把这份补贴的这部分油，它把它染成红色，就是为了跟它陆地用油和海上用油区别开来。当然，老挝这个不是说补不补贴的问题，它要纳税呀，包括这个油品种类区别啊这一块，它需要做一个染色，它跟你油品的性能品质没有任何关系啊！你不要误以为说红色的油耐烧啊，这个是谬论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以前在直播的时候跟你们说，我说老挝的汽油是红色的，比我们普通的汽油耐烧一点。今天是我扯淡了，我扯淡了。来这边当时住加油站的时候，还有没有遇到一些事情是比较难忘的？这边工人稳定性很差，因为他们比较佛系，老挝全民信仰小乘佛教，对他们的三观和认知，包括他们的生活作息、工作这些工作的责任心这方面等等，它都有影响。像发工资这回事儿，当他的工资还没有发完的情况下，他可能就随意性就更强一点。他比如说我今天肚子不舒服，今天我家里也有什么聚会，家里要绑个神办个仪式，反正他各种理由，他也跟你打招呼，他也不会说不打招呼。但他口袋里还有这个的时候，他就会找各种理由跟你请假。发完工资过了1个星期以后，那后面为什么20多天请假的人少了，满勤率高了？他这个东西发完了，好不容易招一个新员工进来，培训了1个星期。正常的你的理想状态，他在你这里工作最起码3个月、半年甚至1年，那当然越长越好，是不是？老员工对每个企业都是财富，我肯定希望这个员工都稳定。当然，往往有可能你半年时间，比如说你要换10个左右的员工，甚至更多，你刚刚好把他培训好，他工作了1个月，刚好各岗位技能都熟练了以后。他说我不做了，他不做的理由千奇百怪，最起码就是我们家里要收稻谷了，我说我要回去帮我爸爸妈妈收稻谷，我说你收稻谷可以请假，你可以请3天假，我给你批3天假，你收完稻谷你再回来，没有那不行，我回去我就是要收个稻谷，可能在家里再休息几天，因为他在我这里已经工作了1个月了，他拿到工资了，他口袋里有一点点钱了，他就只要口袋里稍微有点钱了，可能他在工作的欲望和冲动他就没有那么强烈了。还有跟兄弟们分享一个观念，招工人最好不要招那种20岁以下的没有结婚的，因为20岁以下的小孩子们他们玩心特别重，他没有来自于生活的压力，他没有结婚，他不需要承担什么养家糊口这方面的开支，他想上就上，所以这个是来这边一直困扰我的问题。在东南亚本来就是个慢节奏的生活的一个国度，你看这边的人虽然说人均收入很低，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，但是他为什么幸福指数这么高？什么叫幸福？幸福是比较而来的，没有比较就没有幸福。当你周边的人跟你过得都一样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谁幸福谁不幸福，大家都挺开心的。当你周边的人比你过得都好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不幸福了。当你比你周边的人都过得好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幸福了。为什么？这就幸福，就说明幸福是什么？幸福是比较而来的，对不对？来了2年了，对老挝这边饮食方面还习惯吗？饮食我除了打麻烘不能接受以外，我基本上能吃。什么生鸭血啦，一些什么炖的、炒的，什么包括山上的什么虫子那些野菜，那我基本上都可以接受。除了打包，坚决不妥协。我未来也不打算去妥协。您是哪里的？哦，哪里人？我永州啊，永州现在是在湖南永州定居，祖籍是湘西的。现在是你一个人来这边，还是嫂子住在这边？一个人，我一个人来这边，一个人在这边。毕竟在这边一来也不知道这边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。再一个背井离乡的，确实男人要吃苦要受累自己扛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就是吧，让你身边的人更多的人来跟你加入背井离乡的这个行业。嫂子平时来这边吗？没来过。平时想家不？当你一个人都混到远漂东南亚了，在中间的酸楚，就是说苦处，在当着外人的时候你是没办法说出来的，只有你自己慢慢体会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相信每一个远漂的人应该都差不多。我相信小杨，你包括你来这边也是一样。男子汉该顶天立地的就要顶天立地，有什么苦有什么酸楚，自己去消化。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镜头前的嫂子说的？挺好，只能报喜不能报忧。我的原则就是这样，只报喜不报忧。在这边什么都好，
工作也顺利，生活也挺好，不用担心，就这样，报喜不报忧。应该还有一句话没说，不能说。你不应该说一句老婆你辛苦了。确实辛苦，确实辛苦。这些个人情感方面的事情，我总觉得自己去慢慢的去该承受的要承受。放心你。对，男儿志在四方。每一个远漂的人，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，都是伟大的。我给我自己点个赞，也给你点个赞。好的，感谢，来，好，来，谢谢。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吧。OK，合影。啊1、2、3，加油！